最考驗刀工的10道中國菜，一刀失誤，全盤作廢。歡迎收看是非排行榜。在中式烹飪體系裡，刀工為百味之先，火候決定味道，調味豐富層次，而刀工是一切烹飪的基礎。行業內有一句老話：3分火候，7分刀。不少菜肴看着樸實，沒有昂貴食材，沒有複雜悶微工序，成敗全部集中在廚師一把菜刀之上。深淺、粗細、厚薄、弧度、分毫之差，口感、品相天差地別。有些菜從業10幾年，老師傅也要凝神靜氣，謹慎操作。新手練習往往耗費大量原料。今天盤點中餐10大刀工巔峰名菜，看懂它們，才算明白中式刀工出神入化的魅力。第10名，蓑衣黃瓜。很多人覺得蓑衣黄瓜只是家常菜，談不上宴席大菜，可它是廚師入行第一道刀工必修課，也是檢驗運刀穩定性的標準考題。核心難點：黃瓜一側不斷刀，正反兩面斜刀交錯下切，刀距均勻，深度控制在瓜身2/3。下刀太深，黃瓜直接切斷；下刀太淺，拉伸不開，無法形成連續網狀蓑衣形態。整條黃瓜切完之後，輕輕拉扯，延展不斷，紋路整齊均勻。別小看這一道小菜，運刀需要穩定匀速，手腕不能抖動。很多炒鍋老師傅長期爆炒，手腕習慣發力，反而切不好蓑衣黃瓜。它是基礎，同時也是衡量基礎刀工穩不穩的試金石。第9名，油爆雙脆。魯菜經典功夫菜，刀工直接決定這道菜能不能上桌。主料為豬肚、雞胗，兩種食材質地完全不同，需要分別豬十字花刀，刀紋深淺高度統一，刀紋深度必須達到食材厚度2/3，受熱之後才能均勻捲曲成好看的花形。如果深淺不一，一部分捲起來，一部分紋路平淡，品相直接崩盤。更深一層的邏輯，花刀不僅僅為了美觀，均勻刀紋方便入味，縮短爆炒時間。油爆雙脆講究大火快速成菜，數十秒出鍋，刀工不合格。同一盤中，有的食材熟透，有的發硬。這道菜刀工火候雙重考驗，而一切的前提就是標準統一的叫花刀。第8名，松鼠桂魚。家喻戶曉的宴席名菜，刀工是整道菜的骨架。整魚不去外皮，剔除主骨，魚肉與魚皮相連，兩面均勻，菱形斜刀。這裡有極高門檻，刀刃不能劃破魚皮，刀紋深淺保持一致。切得過深，油炸時魚肉整塊脫落；切得過淺，高溫油炸之後無法向外舒展，出不來松鼠蓬鬆立體的造型。刀具整齊勻稱，成品花紋規整，澆上芡汁之後，視覺效果才完整。後世無數酒樓復刻松鼠桂魚，很多成品呆板塌陷，根源大多就是前期刀工把控不到位，造型只是表象，刀工決定這道菜的上限。第7名，酸辣烏魚蛋湯。豫菜經典高湯名菜，極易被大眾低估刀工難度。烏魚蛋並不是蛋，是墨魚的卵巢，質地軟嫩，韌性差，需要人工一片片剝離，再切成均勻薄片。烏魚蛋質地嬌嫩，用力稍大就碎裂，要求大小薄厚統一，入湯之後完整舒展，不能碎成殘渣。整片湯追求清澈雅致，細碎殘片會讓整鍋湯渾濁，湯品清淡，沒有厚重調料掩蓋瑕疵，刀工造成的缺陷一目了然。很多年輕廚師嫌處理烏魚蛋繁瑣，市面上大量簡化版本，直接省略精細切片工序，正宗古法刀工漸漸少見。第6名，水晶肘子。北方經典冷菜，宴席常備，成敗一半看刀工。肘子長時間蒸製之後，肉質軟糯，肉皮膠凍凝固，冷卻完成需要一刀切出厚薄完全一致的薄片。軟質帶膠凍食材最難切，刀刃過快容易打滑，力度過大肉皮碎裂。薄片要求完整透亮，每一片厚薄均等，擺盤整齊。厚一片薄一片，冷熱收縮不均，品相雜亂。高端宴席上，水晶肘子切片要求近乎標準化，沒有多年冷菜功底，很難切出整齊透亮的效果。第5名，芙蓉干貝。魯菜經典功夫菜，雙重考驗刀工。干貝提前泡發，絲成均勻細條，
不能撕扯成大小不一的碎塊。輔料筍、香菇、火腿全部切大小統一的細絲，搭配潔白芙蓉蛋羹，所有輔料粗細協調。一旦絲條長短懸殊，整盤菜視覺雜亂，菜品色澤素雅，以白色基調為主，沒有濃郁色彩遮擋缺陷，所有配料形態一目了然，刀工參差不齊，一眼就能看出破綻。清淡型功夫菜最藏不住刀工的短板。第4名，扣三絲。本幫菜刀工標杆，上海傳統宴席頭牌，原料只有火腿、雞胸肉、冬筍3樣，全部切勻細的細絲，硬性標準，絲要細，長短統一，粗細均等，食材硬度各不相同，冬筍脆硬，雞肉軟嫩，火腿緊實，3種原料下刀節奏完全不一樣。切好之後，整齊碼入碗中，倒扣成型，湯汁灌入，外形挺立不散。只要粗細長短混亂，倒扣之後造型鬆散坍塌。扣三絲不依靠複雜調味，依靠整齊的形態形成視覺衝擊，是江南菜系公認的刀工大考。很多廚師練習數月，依舊難以穩定成型。第3名，薑絲肉。淮揚低調功夫菜，內行才懂得難度。要求生薑切如髮絲一般細勻，豬肉搭配同等粗細肉絲。生薑質地脆硬，纖維雜亂，相比肉類更難切細，粗細不均，入口口感天差地別。粗薑絲辛辣衝口，細薑絲柔和提香。整道菜講究肉絲、薑絲粗細完全匹配，視覺上融為一體，沒有花哨造型，平平一盤小炒，卻最考驗廚師耐心與控刀能力。如今大量餐館直接使用擦絲器替代手工，正宗手工薑絲肉慢慢淡出菜單，機器擦絲邊緣毛糙，和手工平刀切絲口感存在明顯差距。第2名，拆烩鯰魚頭。淮揚經典大菜暗藏2大刀工難點。第一，魚頭處理，精準剔除魚骨，保證魚肉完整不散。第2，魚肉配菜均勻切製，大小統一。鯰魚頭肉質細嫩，加熱之後極易破碎，去骨過程刀具輕重必須精準，稍有不慎魚肉潰爛，後續燴製碎肉會讓湯汁渾濁。很多人只關注燴製的湯汁，卻忽略完整魚肉形態，全部依靠前期精細刀工與剔骨手法支撐。這道菜兼顧整料脫骨與細料改刀，綜合性極強，屬於淮揚宴席上公認的硬功夫菜。第1名，文思豆腐，毫無爭議，中餐刀工天花板，所有菜系廚師公認的巔峰考題。普通嫩豆腐含水量極高，質地一碰即碎，廚師需要屏息凝神，穩握菜刀，橫切、豎切，將整塊豆腐切成上千根細如髮絲的豆腐絲。不止切斷，還要求豆腐絲根根完整，不粘連、不破碎。切好之後，緩緩推入清湯，豆腐絲在湯中如雲絮漂浮，飄逸不散。最大難點，不能借助任何工具輔助，全程純手工運刀，力度、呼吸、節奏全部需要高度統一。市面上很多餐廳的文思豆腐大多使用質地偏硬的老豆腐，降低難度。正宗古法使用嫩豆腐，失敗率極高，耗時久，原料損耗大。中小型酒樓日常極少供應，僅高端預訂宴席才能見到。淮揚菜系內部，文思豆腐是衡量一名廚師刀工功底的終極標尺。縱觀這10大名菜，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共同特點：頂尖刀工不只是追求好看，均勻的刀紋讓食材成熟速度一致，入味均勻。現代餐飲越來越依賴擦絲器、切片機、自動化設備，效率提升。但傳統手工刀工正在慢慢被弱化，機器可以切出統一厚度，卻很難根據食材軟硬、溫度靈活調整力道。調味可以記錄配方，火候可以依靠計時器參考，但是一把菜刀上數十年沉澱的手感沒有辦法簡單複製。很多食客品嘗美食只關注味道鹹淡，卻不知道一盤佳肴上桌之前，廚師在刀工之上投入了大量功夫。所謂廚藝的匠心，往往就藏在這一刀一刃之間。